不活了，这馊东西猪都不吃！老天爷呀，郑国公府怎么落到这个田地，还有着一个小丫头片子骑在咱们头上！猪都不吃。你敢打长辈？长辈，按图谱，我是你爷爷续平的正室，镇国公府的太奶奶。不立规矩不成方圆。想活命的，捡起地上的窝头；不想活命的，我现在送你上路。这老夫人据说是个软弱的田房，怎么今日像个杀神？差爷，马上就要入荒州地界了。流民草寇横行，你手下这10几个人护得住我们吗？这地上一丛呆毛，连根杂草都不长，这可怎么活呀？典型的重度盐碱地，这种土壤结构板结，不透气不保水，传统农作物根本无法成活。但只要挖沟排盐，引入绿肥，种上耐盐碱的作物，不出3年，这里就能变成粮仓。慌什么？这是上好的聚宝盆！所有人听令，男丁去东边树林砍伐粗木，女眷去河床收集淤泥与枯叶，准备堆肥。凭什么让我们去干那些下贱农活？我不去！不去，今晚断水断粮。这群案外事越来越不靠谱了。说好引一头小野猪来试探这群群流放犯，怎么弄来一头300斤的霸王猪？看什么看？没见过美女杀猪。既然救了你，这头猪就算是我的财产了。你起来，把猪拖回营地。小生力气小，恐怕做不了这件事。不错，那今晚的晚饭你就不用吃了。此女自称是镇国公府那位怯懦的太奶奶，可她不仅胆识过人，这填土沤肥的手法竟比工部那些老鱼子还要精妙。她到底是谁？太奶奶，咱们把这些烂叶子、臭泥巴堆在一起，到底图什么？这能变出粮食来？隔壁张村的流氓下午还来嘲笑我们，说我们是在玩泥巴。闭嘴，干活，这是最基础的。微生物发酵堆肥，荒州土政偏廉，必须用这种酸性腐殖质来中和。哼，连地都种不明白，活该被地痞嘲笑。明天开始，大房男丁负责去河边打桩造水车，二房负责开垦这片盐碱地。若是张村的人再敢来闹事，用锄头给我打回去，打坏了我负责。哟，新来的流放犯懂不懂规矩？这片河滩是我们张村的，想在这里种地，交保护费了吗？保护费，好啊，我今天就教教你们，什么叫外来的和尚会筋经。你敢打我！兄弟们，给我上，弄死这个臭娘们儿！荒州这种法外之地，讲道理是没用的，只有把他们彻底打疼，才能争取到绝对的领地安全。步伐毫无章法，发力却直击要害，这不是大用任何一门武学，更像是纯粹为了杀敌而生的格斗术。这位18岁的太奶奶身上到底藏着多少秘密？回去告诉你们村长，这片河滩我镇国公府占了，再敢来收保护费，我打断你们的腿！滚！等着，在黄州没有我们张村的同意，你们连1粒盐都买不到，磕死你们！精神损失费没收了。又苦又涩，
杂质这么多，这也配叫盐？顾老夫人有所不知，荒州不产井盐，官盐运到这里价格翻了10倍，普通百姓只能吃这种带有毒性的苦盐苟活。你一个穷书生懂得倒挺多，吃饱了吗？多谢老夫人款待，小生无处可去，愿留在营地为老夫人抄手记账，以报一饭之恩。想蹭饭可以，明天开始跟他们一起去湖边挖泥巴。太奶奶，您是不是疯了？这毒湖的水喝了都要烂肠子，您弄这些回来是想毒死我们全家吗？再废话，今天的午饭你别吃了。二郎，把木炭敲碎，铺在漏斗最下层。用木炭和细沙过滤，黄州历任郡守都束手无策的毒盐，难道靠这几个破洞就能提纯？这简直是天方夜谭。毒盐之所以有毒，是因为里面含有大量的氯化镁和硫酸钙杂质。物理过滤就是通过不同孔径的介质，将大颗粒杂质和有毒物质吸附掉。太奶奶在念什么咒语？氯什么镁？这比宫里娘娘们用的青盐还要白。书生，尝尝。此等精盐，若能供给军队，大雍的战力将提升3成。此女绝非凡人。所有人听令，今晚连夜熬盐，明天一早咱们去镇上撬开荒州的财富大门。动作轻点，只要把那个提纯秘方偷到手，再把这些盐抢走，老子重重有赏。老板放心，那小娘们肯定睡熟了，今晚全给她一锅端。夜闯民宅，图谋抢劫，按大雍打死你们呢，还是送交官府流放3000里？你敢！我可是镇上最大的商户，县令是我内弟，你敢动我？强龙不压地头蛇，我现在根基未稳，杀人反而惹一身子，不如物极其用，让他成为我的经销商，用县令压我。好啊，只要我把这提存之法无偿献给朝廷，你猜当今圣上是会赏我，还是会诛了你那倒卖毒盐的内地九族？懂得借势压人，更懂得打一棒子给一个甜枣。这女子天生就是玩弄权术的统帅。不过我这人最讲道理，秘方是不可能给你的，但我可以让你成为这银盐的独家代理。代理1斤银盐，我收你50文成本价，你拿去怎么卖，卖给谁我不管，利润大家分，如何？老夫人英明，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今后全凭老夫人吩咐。书生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拿纸笔出来签合同！是太奶奶。这笔钱谁也不许动。二郎，套车，跟我去县衙买地。太奶奶，咱们有钱了不买米买肉，去买那些寸草不生的盐碱地干什么？那都是死地呀！死地，那是你们不懂什么叫温室大棚。只要有了地，我就能让荒中天也长出绿叶菜。以火抗之理暖地，以油脂聚光，此等奇思妙想，竟出自一个18岁的深闺女子之手。她究竟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不知道的？大人，我要买下这片河滩地。哟，这不是镇国公府的流放犯吗？按大雍律法，流放之人想买地，得交双倍的落户税。这50两只够买100亩。大人，大雍律条第3卷第7条，开垦荒州盐碱地者，免税3年。你这是明目张胆的借机敛财。在荒州，我说的话就是规矩，不交钱，现在就给我出去！大人，律法不容践踏，您若执意如此，这荒州的天怕是要变一变了。这是九皇子的暗卫令牌，这穷书生到底是什么人？误会，误会，都是误会！1000亩地，1000亩地，立刻给您办齐！你刚才给了他看了什么？把他吓成那样？没什么，一块捡来的破木头罢了。或许是大人突然良心发现了吧。无需人力去力，竟能让水往高处流。顾长歌，
你简直有夺天地造化之才。这算什么？等水利网络铺满荒州，我不仅要种地，我还要搞水利磨坊和水利纺纱机。大胆刁民，竟敢私自截断荒州水源！来人，把这要挟之物给我砸了！慢着，大庸哪条律法规定百姓不能造水车引水入田？你这是强盗罗句！哼，律法？本官怀疑你们这水车里藏有前朝逆党的图纸，听说你们还掌握了情盐的秘方，一并交出来，本官饶你们不死！这群流放犯真以为有了盐商的渠道就能翻天了？在这荒州，我才是土皇帝！区一个七品县令，也敢动我的人，今日便让你付出代价。大人想要水车可以，想要精盐秘方也可以，只不过这精盐的干谷我早已分了30%给京城的户部尚书张大人，这水车的图纸我也已经送往了工部。你今日砸了水车，就是毁了尚书大人的政绩。不信，要不要我现在就把这信给巡抚衙门，查查是谁在荒州中饱私囊？误会，本官只是来看看这水车是否牢固，关心百姓春耕嘛。既然如此牢固，那本官就不打扰了。撤！太奶奶这招扯虎皮做大旗，空城计唱的真是绝妙啊！什么空城计？既然牛吹出去了，今晚你就替我写2封信送去京城，把这利益网给我彻底做实了。是天罚，是天神降下的蝗灾啊！老天爷要收走我们的粮食，我们要饿死了！天罚？去你的天罚！在我眼里，这哪里是灾难？这分明是漫天飞舞的优质高蛋白！都给我站起来！哭能哭死蝗虫吗？这不是天罚，这是肉！2郎3郎，把营地里所有的网兜布袋全都拿出来！所有人给我抓虫子！没有的，顾长歌，历朝历代，蝗灾一出，赤地千里，这是人类无法抗拒的死局。死局？那是你们大庸的人太挑食。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，什么叫吃货拯救世界！荒州特产油炸蚂蚱，出锅。嘎嘣脆，鸡肉味，香。书生，敢不敢尝尝这天罚的味道？酥脆鲜香，竟然毫无异味，不仅能果腹，还能迅速补充体力。若能将此法推广全军，岂不是解决了急行军的军粮问题？太奶奶大才，此物堪比仙丹。乡亲们，抓1斤蝗虫，我顾家换给你们1两粗粮。抓的越多，换的越多，给我把这群虫子吃成濒危物种！年关将至，咱们顾家农庄今天开个年终总结大会。2郎，念第1季度 KPI 考核成绩。大棚蔬菜产量第1名，员工编号003，王氏，成活率98%，超额完成利润指标。王姐，这是你的基本工资，加上超额完成的绩效奖金，一共15两，明年继续保持。多谢太奶奶，太奶奶英明。谁要是敢说种地不好，我王翠花第一个撕烂他的嘴。明年我还要3个大棚。短短几个月，他不仅让寸草不生的荒州长出了反季节的青菜，竟还用这种名为绩效的手段，将这群散沙般的流放犯和闹民凝聚成了一只虎狼之师。此等驭人之术，简直闻所未闻。书生，刚才你看眼神很奇怪啊，怎么觉得我这套多劳多得上不封顶的规矩太市侩了？恰恰相反，太奶奶此法
深谙尚书书之精髓，却又比严刑道法更得人心。若将此法用于大庸吏治……停！别跟我扯什么国家大事，我就是一个被流放的生意人。我的目标很简单，垄断荒州，搞钱，然后舒舒服服的当我的富婆。至于你们大庸朝廷烂成什么样，与我无关。与你无关？顾长歌，你既然展露了这等经善使之才，这大庸的棋盘你便再也下不去了。来得这么快，看着身手绝不是荒州的地痞，是京城来的死士。啊！我的眼睛，有暗器！动他，找死！你受伤了，坐下，我给你包扎。大庸律法私刻五爪龙纹者，诛九族。穷书生，你这块玉佩刻得挺逼真啊。既然你都知道了，为何不跪？大约也就只有你敢放肆。大庸九皇子的封地正是这荒州，这皆是本王的王土。王土，九殿下，你这片王土要不是我顾长歌花钱买地、挖渠云水、种菜除虫，现在还是一片鸟不拉屎的盐碱地。你拿什么让我跪？普天之下，敢这么跟皇子说话的女人，她是第一个。顾长歌，你是个绝顶聪明的人，你应该知道。镇国公府的案子是太子一手保制的，如今你锋芒太露，昨晚的刺客只是第一波倒霉股，没有本王的庇护，你们顾家活不过这个冬天。你我既然有共同的敌人，为何要谈庇护？我们要谈的是合作。你究竟想干什么？我要成立荒州合伙人，我做首席紫星奸妃，负责搞钱。你做董事长，调动暗卫，抵御外乱，摆平那帮朝廷走狗。3年内，我让荒州富可敌国，让你杀回圣经，夺回一切。他竟要与我平起平坐，共谋天下，你是哪里来的妖孽？好，本王就与你赌这一局，这天下算我们2人，1人1半。太奶奶，不是老汉我倚老卖老，自古炼铁都是用平地矮炉。您弄这么高个泥疙瘩，火候怎么控？这要是把矿石倒进去，怕是全得烧成废纸啊！矮炉温度最多只有1000度，炼出来的只能是生铁，脆而易断。我要的是能削铁如泥的钢，温度必须突破1500度。1500度，这得烧光整座山的木柴呀！李师傅，本王这位合伙人最擅长的就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，照做便是。还是九殿下有眼光，放料，接水力鼓风机。氧气助燃法加上封闭式高炉的保温效应，这是现代工业革命的基石。大庸的冷兵器时代，今天就要画上句号了。开炉！铁水如金，毫无黑渣，这是传说中的百段玄铁啊！神迹，这是神迹！得此女者，何愁天下不定？顾长歌，你给本王的震撼到底还有多少？赵齐安，第一步成了，
接下来准备迎接时代的更迭吧。威力测试完美，只要明天料产，荒州的第一批火铳就能列装暗卫了。鱼儿咬钩了。哦，太子的人果然还是混进来了。荒州虽然被我经营得如铁桶一般，但顾家招募难民开荒，终究是留了缝隙。不过，这正中长歌的下怀。那我们就来一出请君入瓮。今晚这实验室的守卫撤掉一半。传闻荒州九皇子在研制一种能开山裂石的神器，只要把这秘方带回京城献给太子，我便能加官进爵。我的眼睛！太子的手伸得太长了，说外围还有多少暗桩？九殿下，你抓了我也没用，太子早已下达绝杀令，京城3大商行已经切断荒州所有的铁矿和硫磺供应，就算有秘方，没有原料也造不出兵器，等死吧！切断供应，真不好意思，跟我一个现代 CEO 玩商战，我会让太子知道什么叫倾家荡产。太子殿下有令，你们手里的硫磺矿和粗铁只能按市价的1半卖给咱们3大商行。谁要是敢把哪怕1块石头卖给顾家农庄、大庸的商路，你们就永远别想走了。按市价1半强买强卖，太子的吃相未免也太难看了些。顾老夫人，你就是把嘴皮子磨破也没用，在绝对的财力面前，荒州今天买不到1粒硫磺。财力？你那点破纸也配叫财力？不仅有精盐，还有采用高炉玄铁打造的开荒弄具。诸位，大庸太子的银票在你们西域买不到粮食，但我顾长歌的银盐和玄铁可以直接拉回你们的部落换牛羊。1车硫磺换10斤银盐，1车铁矿换10把玄铁刀，现货交易，不设上限。换！我们全部换给顾老板，谁拦着我们换盐，就是我们整个部落的死敌。完了，这顾长歌居然绕开了货币，直接用顶级物资搞以物易物，太子殿下的封锁令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。来，九殿下，亲自开辟你的新时代吧。10几年了，我像一条狗一样在黄泉的夹缝中苟延残喘。今日有了这等神器，这大禹的江山也是时候换个主人了。长歌，多谢你，这天下本王一定替你打下来。太奶奶，我不行了，这每天跑10里地，还要在这泥水里滚，比种地累10倍啊！这就喊不行了？到了战场上，敌人的刀砍过来，你跟他们说你不行了，他们会放过你吗？我给你们吃荒州最好的白面，发大庸最高的军饷，不是让你们来少爷兵的。在这里，只有绝对的服从。第一排，全体起立，端枪！大庸的军阵靠的是将领的威严与严刑坚法，而他却用这种名为纪律的无形之网，把所有人的精气神拧成了一股绳。这等练兵奇才，若生为男儿，必是一代军神。殿下，老夫人，京城传来急报，太子为了彻底抹杀荒州，暗中出资20万两，
收买了盘踞在黑风山的5000悍匪，他们已经集结完毕，距离农庄不足30里。5000土匪，太子的手笔还真是大啊！这是看商战打不过，准备直接掀桌子了？黑风寨的土匪生性残暴，若是让他们冲进农庄，几个月的基建将毁于一旦。本王这就调集黄州暗卫，在落马坡与他们死战。死战？那多浪费兵力。既然太子咱们送了这么好的一块世刀石，怎么能不用呢？你的意思是？传我军令，全军发放实弹。今夜我就让太子的这群群狗见识见识，什么叫热武器时代的降维打击。兄弟们，太子殿下说了，只要拿下那个农庄，不仅有赏银，里面的营盐和粮食大家平分，给我冲！地形狭窄，敌军密集，毫无阵型可言。这简直是火器骑射战术最完美的舞台。第一排放！什么声音？是天雷吗？第一排退后装弹，第二排放！臭娘们儿，老子跟你拼了！太子的狗也配脏了他的衣服？太奶奶，这满地的俘虏打算怎么处理？杀了多可惜，荒州的煤矿和铁矿正缺免费劳动力呢。全都押去下井挖矿，劳动改造。5000人，整整5000人，连一个破农庄都没打下来，还说什么天降神雷？老九那个病秧子和顾家那个小贱人，到底在荒州捣鼓出了什么妖法？殿下息怒，据逃回来的眼线说，顾家打造了一种能喷火的铁棍，百步之外能穿透铠甲。如今荒州百姓只知赵齐安与顾长歌，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里呀。黄州原本是死地，如今却富得流油，老九更是有了自己的私军。若任由他们发展下去，这储君之位迟早要易主。既然强攻不行，那就智取，传本宫令，让父皇下旨，就说顾家改良农具有功，特召赵秦安与顾长歌即刻入京赴宴领赏。殿下英明，只要他们进了京城，那便是案板上的鱼肉，任您宰割了。圣旨到，宣九皇子镇国公老夫人顾长歌即刻入京领赏。领赏？这大冬天的，怕是去赴鸿门宴的吧？太子这是忌惮了。京城是他的地盘，不仅有禁军，还有罗网面部的死士。长歌，你不能去，本王一个人回京复命，定能全身而退。赵齐安，你是不是忘了我们的荒州合伙人契约了？荒州的产能已经过剩，精盐和钢铁需要更大的市场。太子的鸿门宴算什么？这一次进京，我不仅要去，我还要把京城的商铺全买下来，用经济战把太子的钱袋子彻底掏空。我要替镇国公府翻案。怎么，九殿下不敢陪我去端了太子的老巢吗？有何不敢？这京城的天早就该变了。哟，这不是荒州来的九殿下和顾老夫人吗？真不巧，咱们京城的客栈全都满了，连一间柴房都腾不出来。跟我玩实体封锁？好啊，那我就让你见识见识，什么叫奢侈品降维打击。既然太子殿下不让咱们住店，那咱们就在这大街办个招商引资会。此物名为雪花糖，甜度是黑面糖的10倍，且毫无杂质。顾老板，这雪花糖怎么卖？我出10两银子1斤。不卖，只做大庸独家代理，
谁能在1个时辰内把这条街一半的铺子交给我？疯了！这群商人都疯了！太子殿下的封锁令竟然被几罐糖给彻底击碎了。回去告诉太子，京城的商战我接了。这圣经第1楼不出3天，我会让他改姓顾。诸位，我手里的白糖现货有限，但荒州的产能是无限的。只要你们提前预付3个月的全额货款，我便以低于市价30%的价格给你们期票。拿到期票，你们转手就能翻倍。顾老板此言当真？白纸黑字，不过我要现银，不要银票。只要你们敢投，我就能让太子名下的产业明天拿不出1文钱的现金。太子名下的产业全靠这些钱庄输血，只要我把市面上的流动资金全部抽干，他的情报网死是赢，不出10天就会因为发不出军饷而哗变。长歌在明处吸引太子的全部视线，本王这寒光队长也不能掉链子。对满门抄斩真正原因，绝不是他墨守简单吧？好一个技高杀人！原来镇国公府当年查私自兵器，克扣军器铁证，才被太子反咬一口，伪造了贪污罪名。太子啊太子，你的死期到了！太奶奶，你的任务完成了，本王的任务也完成了。镇国公府的冤屈，今晚咱们就在皇上的眼皮子底下彻底洗清。父皇，九弟与顾老夫人远道而来，儿臣听闻荒州寸草不生，百姓如毛饮血，不知九弟今日给父皇准备了什么荒州特产？总不至于是几块盐碱地的烂石头吧？老九，你可知罪？你离京前往封地，不仅寸功未立，还将镇国公府的流放犯奉为座上宾。陛下明鉴，荒州并非寸功未立。民妇今日特为陛下献上大雍建国以来最贵重的祥瑞。大言不惭！什么祥瑞？呈上来看看。放肆！顾长歌竟然拿了个妖术变出来的破黄瓜糊弄父皇！来人，拿下！妖术？太子殿下不通农理，自然觉得这是妖术。这是民妇利用温室大棚技术，利用地热与物理聚光，在隆冬时节种出的新鲜蔬菜。陛下，这2根黄瓜只是冰山一角，民妇在此献上荒州农业大典，内含高产2种培育法、曲局里改良图以及荒州水利工程实刊录。只要陛下推行此法，大雍3年内粮食产量将翻上3倍，天下再无饥款。得此神术，朕必将成为千古一帝。荒州竟然在这个女子的手里变成了天府之国。呈上来！顾城立了盖世奇功，在等什么？金银珠宝还是诰命夫人？民妇不要赏赐，民妇只求陛下看看这份账册。父皇，儿臣在荒州不仅开荒种田，更查到了当年镇国公府被满门抄斩的真相。有人私铸兵器克扣军饷，却将脏水泼在镇国公头上，证据确凿，请父皇过目。完了，刑部的解密账册怎么会在他们手里？孽障！你干的好事！是我做的又如何？父皇，您老了，这江山早该交给我了。既然您偏心老九，那就别怪儿臣不念父子之情。羽林军何在？清君侧，斩除叛逆！逆子，你竟敢逼宫！只要杀了老九和这妖女，再逼父皇写下退位诏书，这天下依然是我的。太子殿下，你引以为傲的底牌，就是这些冷兵器。长歌，教教他，什么叫时代变了。御林军的兄弟们，太子的军饷已经被我在京城的钱庄抽空了，他拿什么给你们发饷？跟着他造反是诛九族！放下武器，我荒州不仅保你们不死，
还罚双倍安家费。别听这妖女蛊惑，给我杀！顽固不化。这是什么怪物？传朕旨意，废除太子，打入天牢。镇国公主府门中列，罚还府邸，昭告天下。老九、顾长歌，你们评判有功，朕决定立老九为大雍新太子，赐婚顾长歌为太子妃，即刻入主东宫。老九，你隐忍多年，如今终于苦尽甘来。长歌这丫头虽然出身流放之族，但智谋无双，足以母仪天下。明日，朕便命礼部筹备册封大典。父皇，儿臣不愿做太子。儿臣恳请父皇准许儿臣与长歌返回荒州，永镇西北。荒唐！储君之位，天下人梦寐以求。你竟为了一个女人，要放弃这万里江山！陛下错了，九殿下不是为了民妇放弃江山，而是为了大雍真正的春秋万代。陛下请看，若殿下做太子，民妇困于后宫，我们能做的无非是批阅奏折，平衡朝局，与历代帝后无异。但若让我们回荒州，民妇保证3年内，荒州的钢铁产量将足以装备大雍的100万大军；5年内，荒州的良种将推广至全国，国库税收翻上10倍。我们要为您打造的不是一个守城的朝堂，而是一个战无不胜、富甲天下的工业帝国。这女子，她的胸襟与眼界，竟比满朝文武加起来还要宽广。若真能实现图上的盛况，大雍将成为古往今来最伟大的王朝。你们这是在逼朕啊！老九，你当真舍得？父皇，儿臣的天下，只有与他并肩在这广阔天地间，才算圆满。困于深宫的，不是赵启安。好，哈哈哈！好一个绝不困于深宫，朕准了。老九，朕封你为荒州王。顾长歌，朕赐你大雍第一农商大臣之印，荒州金政财权皆由你二人自主。谢陛下，臣定不辱使命。太奶奶回来了！太奶奶和王爷回来了！我们做到了。大江上大臣，这又是你的什么新杰作？它叫蒸汽机，只要它能成功运转，荒州产量将不再受限于水力和人力。它能拉动火车，能带动巨型纺织机。它长歌，镇国公府平反了，你的太奶奶身份如今只剩下一个虚衔，大雍的律法已经没有什么能约束你了。本王不要你做王妃，不要你困于后宅，本王要与你结为终身合伙人。江山是你打下的，规矩是你定的，你做主，我跟随，利润、天下，还有我，全都是你的。赵启安，你知不知道，签了这份终身合同，你这辈子都不能毁约了。求之
之不得，甘之如饴。吉时已到，请荒州王大农煞臣为长歌号剪彩。圣旨到，御赐金匾到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荒州3年，岁入国库1000万两白银，产粮可养大用100万雄师。荒州王赵启安，大臣顾长歌，功在当代，利在千秋。朕特赐御匾天下第1州，大拥全国。即日起，全面推行荒州工业新政。王爷千岁，太奶奶千岁，荒州万岁！请。长歌，世人皆道大婚姻在雕梁画地的殿宇之中，但在本王看来，这轰鸣的钢铁巨兽，这外面的万里江山，才是最配得上你的聘礼。赵启安，以前我总觉得我只是个过客，但现在我终于找到了留在这个时代的意义。这份契约，我不仅要签这辈子，下辈子你这大股东的位置也得给我留着。好，生生世世这江山，这命都是你的。